跟下雪一样。花是头皮屑。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浙江嵊州。嵊州这个地方可能很多外地人没有听说过，但这个地方还是挺值得给大家介绍的。待会儿我们路上再详细说，那我就直接出发吧。现在我们到达第一个目的地，去看美人梅。据领队说，美人梅是梅花最后一个开花的品种。美人梅结束之后，梅花就花期结束了。这里的家家户户门口都种点小花，有茶花和油菜花，还挺好看的。花开得很好哎。嵊州的风景确实是挺不错。刚才我们一路坐大巴车过来，看到了很多的花。看我身后也有一大片花。之前我们在网上搜到，李白曾经给这里写过一句诗：“东南山水月为最，月地风光单领先。”这个单就是单县，单县就是今天的嵊州。到了，这就是梅花。地上铺满了厚厚一层花瓣，树上开的也非常好。花瓣还往下掉呢。跟下雪一样。花是头皮屑。你头上都落了花瓣。下雪啦！这里的梅花真的很大一片，现在我的后面、前面都是梅花。有水的，这里有水的，上那里呀，你跳得这么远，到你的。我喜欢看这种哎呀，会不会太做作？嵊州这个字是一个山字旁加一个乘法的乘，乘在古代呢是表示四的意思，山字旁是表示这个地方有被山给包围，然后它刚好周围包围了很多座山，东边是四明山，南边是天台山，西边是会稽山。这个东西是甘蔗，不是竹子。这个皮剥开之后放进嘴里嚼，非常甜。这是中国糖的主要来源，在中国人们都吃蔗糖。甘蔗除了可以做糖之外，还可以直接吃，就是用这个刀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把皮削掉，放进嘴里嚼，可以嚼出非常甜的汁水，然后再把剩下的渣子给吐掉。这里有一些小摊贩卖的煮玉米和煮花生儿，上面落了几片梅花的花瓣。这是煮茶叶蛋。怎么样？有一点甜，就是小时候吃的那个泡米的味道，就是那个爆米花，中式爆米花，谁懂那个叫什么名字？用大米做的那个长条的。白的，对。
那个味道。你刚说的就是这个？对，我刚刚说的那个藕粉干、藕粉酥，就是像这个味道，比这个脆一点。多少钱一个？梅干菜6块，瘦肉8块。哦，你要吗？咱俩吃一个。行，我要一个加肉的。哦。板子呢？这个里面有辣椒吗？没有辣椒，没有。你这个没有辣椒，他们家。对，现在靠近点，靠近。后面好2个姑娘在上厕所，要不我在这里稍微等几分钟再收人。这是我刚刚买的烧饼，梅干菜烧饼，8块一个。现在我们从美人梅花林回大巴车，然后再坐个10分钟左右的车程，就到下一个景点。下一个地方呢，就是边徒步边可以看到玉兰花、桃花、油菜花。那力量不行啊！再来。它也有跟你这一好几面。现在到了徒步的起点，大概要徒步7、8公里，边徒步边赏花。路上呢有很多风景，没有爬升，是一条非常休闲的线路。现在出发吧。樱花，那还有个白的，好像是樱花。是呢，挺好看的，在绿叶的衬托下。对，我也是，或者是梨花，对不对？对。完整的。嵊州这里的风景很好吧？我刚刚看了一下，嵊州这个地方，一共有450位诗人留下了1500多首诗，像我们所熟悉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曾经写过这里的风景，并且这个地方还叫做3圣归隐地，就是让我看一下，书圣王羲之、雕圣戴逵、山水诗圣谢灵运，他们都曾经隐居在这里。这儿风太大了，撑把伞在这儿挡点风，吃点东西。领队说对面那个是樱桃花，不是樱花。那它会结樱桃吗？应该会呗。这个季节的柳树挺好看，这个嫩绿的颜色真的有点像是小学课本里学的那个万条垂下绿丝绦那种感觉。要来点不？吃独食呢？看一眼面包是啥样的？核桃面包。来一口吧。对。今天光上海可能就得来了500-600人。还有杭州呢。来这么多，都上这儿看花来了。这是金桔吧？屋顶上装了太阳能板，那户也有。看我身后，是一大片的梯田。嵊州这个地方发现了人类种水稻最早的遗址，就证明长江中下游流域是水稻农业的发源地之一。
这个发现比河姆渡遗址还要早2000年，嵊州的小皇上遗址是10000年前了。银花，我觉得是梨花吧。豌豆尖，这个尖尖掐下来可嫩了，下火锅很好吃的。捡的是什么吗？这个，嗯，艾草啊，地上都是。就是这个吗？不是，小叶子的那个。哦，这个捡去干什么？做青团。啊，刚刚那个人告诉我，这个就是他们捡的这个菜，叫艾草。这个菜他们回去可以把它捣碎成汁儿做青团吃，就是上海在清明节前后吃的一种特色小吃。外面是用艾草的汁液做的糯米的皮，然后里面包着豆沙馅儿，就是这个。这是一株很大的玉兰树，这个上面是开着红色的玉兰花朵，但它还没开呢。它旁边还有一株开得正好，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玉兰，它的叶子和花一起长的，跟旁边这株不太像。嵊州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东西，就是这儿的小笼包。可能大家在其他地方见到更多的是杭州小笼包，但实际上杭州小笼包就是嵊州小笼包。当初嵊州人在外地开小笼包店，担心嵊州这个名字大家没听过，就改名字叫杭州小笼包了。现在嵊州小笼包可以说是开遍全国各地，成为早餐界的一大巨头。这车挺有意思，像游戏里的道具。这个车再往这拔一拔。哎呦，我炒蛋够了。来，这蛋够了。哇！够了。哦，这回我能认清了，就是这个长得像葱一样的。对。他吹的手上有葱味的，就是真的。是葱吗？哎呦，好香啊！回家炒个蛋。无污染的。爬累了，回家。就是葱味儿。嗯。咱们要炒个蛋吗？不吧。给我。走吧。生吃葱呢？小时候带点大酱来了。东北人基因觉醒。艾草好嫩的，就是我们的艾灸，艾灸就是它长老了的样子，老了之后。给我闻闻味道。来。哦，是的。是的，艾草吧。门上那个。哎，对，就是端午节的时候挂在门上的那个东西。你手工剁也还可以。艾草，青团的味道。开头见到了那么漂亮的花海，现在这个小花林咱已经看不上眼了。还是看两下吧。看两下，走吧。到了一颗完整的，这样不上来的。在哪里啊？在桃花中。把袋子拿到前面去，要这边。不甜，就花心没有蜜，难怪没有蜜蜂。哎呦喂，油菜花，这可能是别人种的菜。都被他们猜了。这豌豆已经搭架了。不是，它是种的什么东西，然后冬天枯了。春天继续把豌豆种在这里。对，它豌豆就可以爬这个。哦。挺会搞，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芝麻吗？不是。对，梨花应该是梨花，应该是梨花或者是梨。树上长个大爷。
上了一个大长坡，现在我们专门来到了一个开遍了玉兰花的地方。你们从镜头里看可能不太明显，但我肉眼看过去，这全是玉兰的树，还挺好看的，红白相间。走吧。玉兰花的花苞像小灯泡一样，像这样。木耳，干的，应该已经死了。看完玉兰花了，现在我们原路返回，回大巴车上集合。原来他们这个地方就是那个三圣里最没名气那个雕圣戴魁洗鞋的地方。对，然后他在这儿命的名叫魁西。那我们今天的徒步就到这里全部走完了，想必大家已经看出来了，好看的风景都在前面，特别是第一个目的地，我们看到那一片梅花海，真的又大又漂亮。然后后面可能就相对来说小一点。这一路上我们看见了梅花、桃花、樱花、李花、玉兰花。除了第一个梅花和最后一个玉兰花是我们知道名字的，中间我都分不清谁是谁。然后这条线路总体来说比较休闲，也没有什么爬升，大家可以趁着这个季节花开得好的时候来嵊州玩。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下期见，拜拜。